我知道你当初想追求纳兰，在你的心里，我跟纳兰一样吗？你今天是怎么的了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你到底想问什么？你说呀！我告诉你，在我的心中，纳兰跟你永远都没法比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说，假如李奔腾得到你开发的软件，又把你一脚踢出去，你重新回到那个地下室，你还会回来找我？知道的什么内幕吗？我说的是假如。假如，出来创业这么久，烂人、脏事儿见得多了。假如现在我马上就要成功了，李奔腾突然跑出来，一脚把我踹开，很正常，是有这种可能。我不觉得奇怪，可是成功不成功，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了。咱们俩分开了这么久，不会再骗你。对于我来说，出来创业让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人这一辈子，找到真爱的另一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罗威，我问你的是，假如你又失败，变得一无所有，你还会不会回来找我？说呀！不会，我会消失。我会永远在你的世界里消失。如果一个男人不能让他深爱的女人幸福的话，我是没有资格说爱这个字的。你不会再见到我。今天这里不是我的舞台，只是想借这个机会跟各位报告两件事情。第一，麒麟的股权结构最近有重大的变化，我的几个兄弟、老战友因为身体因素和其他的原因相继退出。但我不是一个喜欢把90%的股权都抓在自己手上的人，相反，我愿意与天下英雄共享之。但凡有一技之长的，我李奔腾张开双手欢迎你。带枪的、不带枪的都来，我有大把的麒麟股权与各位分享。第二件事情，你们都知道，麒麟控股魔晶，我现在在做的是重大升级以及重新发布的准备。它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跟世人见面，它将会震惊全世界。
你叫我上来，我说什么呀？说什么都行。大家好，我没有做好准备，我要说什么，因为我是被突然叫上来的。既然我站在这里了，那我就借这个舞台，跟大家做个告别。虽然是一次谢幕，但是我心里特别开心。因为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完成了我的梦想，我开发的软件现在正在改变大家的生活，我很自豪。一路走来，有很多的人帮助过我，影响过我，我在这里真心的谢谢你们。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魔晶团队，这么长时间以来跟着我风风雨雨，通宵达旦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做出了魔晶，我打心底里为你们骄傲。我在这里祝福你们每一个人越走越好，路越走越宽。我这几天闲着没事儿，我就翻了翻书，我看到一首诗，非常的打动我，我记在了手机上，我想念给大家听一听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内心的声音。诗的名字叫做《不可征服》。透过覆盖我的夜色，我看见黑暗层层叠叠。我感谢上天赐予我不可征服的灵魂，就算被地狱紧紧拽住，我也从未退避哀求。遭受命运的重重打击，我满头鲜血，却头颅高昂。在愤怒和悲伤的尘世外，耸立的不过是恐怖的影子。面对未来的威胁，我无所畏惧。无论命运之门多么狭窄，无论承受怎样的惩罚，我是我命运的主宰，我是我灵魂的统帅。
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？这叫恋人吧？只有谈恋爱的人才能来。你看那球场里多热闹，每一个球迷都热血沸腾。但是他们永远只会为胜利者欢呼。这话就不对了。今天大家不也给了你最热烈的掌声吗？都是发自肺腑的。也许更多的是发自肺腑的同情吧。我是我生命的主宰，我是我灵魂的统帅。所有的终点都是新的起点。这首诗写得太美了，我就想知道，你新的起点是什么呀？我终于把魔晶的程序全部写完了。接下来，我这辈子只会再写一个程序，就是你。我会努力的，你会是我这辈子写过最美的程序。你这算是表白吗？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。如果我现在身上有枚戒指的话，别人眼中我就向你求婚了。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。那我们就一言为定。我让你把我们的爱情写得像魔晶一样波澜壮阔，登写徽章。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请问是纳兰大总吗？我是那个郭新年，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你要把魔晶做成一款杀手级的软件，我答应你。如果你做到了，我就在魔晶上线的那一天，和你一起共进晚餐。魔晶上线的那一天，将会是一个盛大的节日。今生跟我说句话好吗？我是纳兰。只有你相信我有。你现在不是知道了？魔晶是咱俩共同创造出来的，在我心里，我就是魔晶的爸爸，你就是魔晶的妈妈。从未想过再见，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
那我还有个事情。你说，老天爷一定能满足你。我爱你。我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声音。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就是这个声音。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。与你相守。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未来，咱们在金融方面会比在通讯方面更热闹。咱们现在开始挑战传统的银行业了，你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像魔晶一样被人告？哎，你将来有没有可能当上央行的行长呢？开玩笑。但如果将来你能够当上央行的行长，我就不担心了。要完成电子金融系统跟跨行转账功能，需要跟很多银行打交道。但即便如此，你的这个玩笑依然不好笑。话说回来，现在银行做的 APP 既老化又难用，而且一间银行就需要一个邮盾。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跨行转账功能，那么10年甚至都不需要10年，现金就可以消失了。咱们会事实上成为一家虚拟银行，将来这款软件里存储的资金量会是巨大的。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？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不能因为害怕跌倒就不往前进。老板不担心，我就不担心。你的开机通话还没有做好啊，我再想想吧。再想想，我需要一个好的开。现在功能性太强了。麒麟软件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娱乐性，你随时随地打开来，都能在上面消磨一段时光。功能性太强的软件反而会流失很多用户。你再想想，其他的没有了。辛苦了，这么短的时间能做成这样，真的很令人惊讶。董叔呢？他自首了，把事情都说清楚了。我把你保释出来。
好了，关于这款软件的一切，都已经全都向领导汇报完了。那接下来，我就想听老板对我说点什么了。你要的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给你准备了足够的预备金。这款软件将来由你来带领，升级、维护、再次开发。办公室就不要在麒麟大楼里面了，我单独给你盖一栋，气派一点的。你的年薪跟待遇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怎么样？不够。我听说你准备在这款软件彻底做出来之后，就一脚把我踢开，有这回事吗？你听谁说的？不重要。你有这个想法吗？我以为我上一次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。如果你现在还有这样的疑虑，那么我只能建议你，你可以走了，回家吧，打包，走啊。你不会的，你不是这种人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麒麟走不到今天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老板，你是大老板，我是个创业者，我没有安全感。我相信你是可以理解的。这款软件事实上我已经全都做了。如果真的发生刚才我说的那样的情况，我也无力阻止。现在我真的，我不想再跟你聊技术，聊未来，聊一切阳春白雪的事情，很尴尬。现在确实是到了一个创业者要跟老板聊钱的时候了。我跟你要股份，你不答应，你答应给我这些，我觉得不够。这款软件是咱们两个人一起合力做出来的，将来你可以让大把的比我更好的工程师，比我更好的架构师来继续做升级、做维护。事实上，我是可以被替代的。我真的需要安全感，否则，一个创业者死在黎明之前，啊，这个故事太凄惨。你有一些奇怪的特质，你习惯用自大掩饰自己的自卑，没有必要。凄惨的故事也没什么不好，一个凄惨的故事可以让人正式的认识这个世界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也不需要安全感，你所需要做的是花时间。我跟我的兄弟花了10年时间打造出麒麟这艘号，而现在的腾讯会带领麒麟进入下一个10年、20年，甚至50年。所以你如果愿意跟我看一样的方向，保持一样的高度，做同一个梦想，那么10年或者20年之后，我们能看到一样的风景，我们就会是兄弟。那个时候你会知道，我李文腾从来不亏待兄弟。
这是香港财团王律师和他的助手。啊，你好，是现在签呢，还是让他休息一下？现在签吧，没什么好休息的。好，来。我签的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转让协议，就是在您名下的房产、汽车、地产、银行账户、公司股份全部自愿放弃，转给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族基金。我凭什么交出去啊？为什么转移我的财产？你打算不要我了吗？这是家族的决定。让你来内地经营人脉，拓宽渠道，让你为了将来接受我的位置做充足的准备，批准你的投资，让你好有一番业绩拿回去树立威信，包容你几次三番胡搞，你剩下的也拿了一手好牌，却弄这个乱七八糟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家族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在董如海案的调查过程中，公安机关又发现了新的线索，决定重新对金振邦父子展开调查并立案。以后我能每天都送你回家吗？只要你愿意。你说每天要是只做这么一件事该多好。我这人就是不知足。其实我想一想，我没什么好遗憾的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就算失去了所有的东西，我确定我还有你。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就会觉得闷，想出去走走。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。郭新年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在魔晶和爱情之间做选择，你会选哪个？永远不要让我做这样的选择，因为魔晶是咱们俩共同的孩子，你也会舍不得孩子的。有时间带我去趟西藏吧。好啊，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小光，阿姨。阿姨好。干嘛呢？有话屋里说嘛。那个，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我刚才听你们说孩子，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谁的孩子？走了走了，快走快走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我先走了啊，阿姨再见。拜拜。哎，妈，走了。这么八卦，什么孩子，不该听的你都听到了。哎呦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都几点了？我想睡觉了。我自己的事儿您就别问了，行不？求你了。不行，你跟郭新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必须说清楚。这件事我一定要向你汇报吗？对。我跟你讲，纳兰，你跟谁谈恋爱，我跟你妈妈不干涉。可有一条，在你做决定之前，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以前都干过什么，你必须说清楚。要吃一堑，长一智。我就奇怪了，郭新年你们又不是不认识，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听说金城被放出来了。凭什么放他出来呀？那个姓董的自首了，他承认那个被害的女孩是他指使人转移到卢卡的床上的。这样的话，金城就洗脱了罪名，所以也被放出来了。我就不信这事儿跟金城没关系。你说的对，这件事情没完，金家父子的事情，现在反贪局也已经介入了。你跟金城过去毕竟有过那么一段，现在想想我都后怕。所以你找的男朋友，我必须把关。还是你爸爸英明啊！幸亏当初没收金振邦那300万股，要是收了，现在咱们家可就麻烦大了。过新年。早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想来看看。真有闲工夫。你一直住在公司啊？对啊，这儿多宽敞啊！而且我的房租2个月以后才到期呢。一个人住也不关门啊？关什么门啊？谁进来啊？进来是劫色啊，还是劫财啊？纳兰不来吗？倒是约好了，今天一下班他就过来，我们晚上约了一起吃火锅。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别自己闷着，没事出去走走。我能去哪儿啊？都走了，总得有人料理后事吧？我不得去公证处啊？我不得把股份转让给麒麟啊？那些合同的细节我不用谈了。
什么呀？这个还给你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股份本来就是你的，房子也是你的，现在都还给你啊。这本来就是我送给你的，我不能要。这个现在我没用了，我要走了。去哪儿啊？去布宜诺斯艾利斯。你去那儿干嘛呀？过些年，我想再抱你一次。长出翅膀，再不害怕飞翔流浪。我假装不在乎悲伤，却眼含泪光，偷偷对曾经的美好无法说谎。我真心的祝你跟娜娜幸福。有你在身边闪亮，就这样一点一滴被你影响。在我的理解，你就是同意嫁给我的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。请你原谅我，我爱上了你的身体和另外一个女人的生命。长出翅膀，再不害怕飞翔流浪。我假装不在乎悲伤。靳总您好，我是温迪。我想好了，我同意做您的基金管理人，请您准备合同吧。再见。那总走。纳兰，彭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温迪走了，他辞职了。他终于辞职了。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
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有你陪着我，来完成我的梦，迎接晴时嘲笑的苦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